拍照时，许多人不太了解布景，也几乎没有什么人谈论布景。但如果你学会并好好运用，你将会看到你拍起来的照片有很大的不同，同时也能帮助你快速拍出理想的照片。这部影片中，小蓝狐将提供布景的3个重点，让你避开漫无目的的来回尝试，在家用手机就能拍美照，赶快来看一下吧。在开始介绍之前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以免费获取更多最新手机拍照资讯哦。拍照时，主体一般都会是画面中占比最大的部分，我们就拿这个挂包来示范好了。由于目前采用的是俯拍，镜头上仅有一个拍摄面，我们只要想办法将这个拍摄面稍微设计一下，不要看起来太随便或太过刻意就可以了。若你直接将挂包放在桌上拍，在还没有布景之前，拍起来就是这样。就是家里一个普通的桌子跟挂包，没有什么可看点。因此，第一个布景重点就是，既然只有一个拍摄面，那么只要先打点好背景，简单的在桌面上铺一个背景。你可以铺上木纹、泥纹、布料类等等，依照你的喜好做选择，没有特别要求。虽然第一个重点看似一个简单的动作，但选择背景其实就是选择整个画面的基调，类似调酒时选择基酒一样，先确认好照片的风格及调性，并在这个方向及基础上去做变化。选择背景之后，下一步就是目前我们选择的是木纹的桌面，若你直接将挂包放在桌上，由于木纹颜色偏暗，有比较明显的纹理，但我们的挂包表面上是比较松软平滑，两者间不论是材质或颜色上搭配会比较突兀一点。另外，拍摄食物时比较不建议就直接把食物丢在桌上，看起来也不太卫生，通常会用器皿装着。除了主体及背景之外，出现的其他物件在广义的认知上都可以归类在道具的范围，例如这里的盛装器皿。我们来对照一下，当选择不同的道具时，对画面上会产生什么影响？我们分别使用3种不同材质的盘子来装挂包，从画面上去比较，当选择不同道具时所带来的风格及感受上的差异。道具选择上没有严格的对与错之分，更多的是你想要照片拍起来是什么样子。这里小蓝狐希望整体的风格统一且具有一致性，与背景相互呼应，因此我们选择了相同色系的木质盛装器皿。我们将大型 T 字架往下降一点，调整一下取景框，让主体占画面至少一半。另外，为了让器皿跟背景间的过渡更自然，同时增加画面的层次感，我们在器皿的下方再添加一个粗黄麻布。若你觉得单个挂包看起来太单薄，也可以多加一个，让2个挂包重叠，增加视觉重量。周围的部分，若你觉得有点空旷，也可以增加一些陪衬物，让画面更丰富一点。添加完成之后，按下快门就可以咯。当然，目前采用的是俯拍的方式，但如果我们想要采用平拍或是其他角度拍摄的话，就要再考虑到第3个重点。这里我们先将手机从大型 T 字架上拆下来，换架在桌面俯拍支架上。若你采用平拍或其他角度拍摄，就会至少有2个或甚至更多的拍摄面。当拍摄面增加，就可以增加画面的空间感。即便照片是平面的，但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却是立体的，因此在照片中营造出空间感，也是影响观看者看照片时能否产生共鸣的一个重要因素。空间感我们可以分为实际空间感以及视觉空间感。实际空间感就是拍照场景中真实的距离及大小，例如小蓝狐的手机镜头距离主体大约15公分左右，距离桌面底部大约50公分左右，这就是实际空间。当手机拍下之后，就会记录实际的空间样貌。但如果你家中的拍摄空间并不大，就需要利用一些场景安排来制造出视觉空间感。例如现在背景的地方，我们放上黑色吸光布，可以看出当使用深色背景时，在视觉上会觉得更深邃。若你不想要整个背景都是漆黑一片，就可以在背景的部分放上其他陪衬物。由于深色背景拉出了视觉空间，因此即便后景的位置我们摆上了其他物品，整个画面并不会感觉拥挤，反而能拉出一种远近延伸的效果。
我们采用低角度来拍摄，可以让挂包看起来有一定的高度，不会扁扁的摊在桌上，如同拍人像时会蹲低一点来拍出大长腿一样。若有必要，也可以利用背景虚化来加强空间效果。若还没有看过背景虚化的3个秘诀，可以再回去复习一下哦。拍起来就是这样。以后当你在家拍照时，记得留意这3个布景重点哦。在家用手机就能拍，你学会了吗？若在拍照上有任何问题或关于道具的安排，可以留言给我们，我们将整理好之后拍成教学影片回复哦。拍照并不难，记得试试看。